大家好，我是 Max。这支影片记录了2025年我在京都出差时吃过的几间店家，有当地很受欢迎的爆汁汉堡排，即将来台的低温烹调炸猪排店，充满味觉变化的时烧亲子冻，以及其他一些哩哩扣扣的美食。方便的话可以帮我订阅一下频道，增加我剪片的动力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影片开始。京都是一个洋食水准非常高的城市，第一家店来到地下铁乌丸御池站附近，走路约5分钟，没办法预约，只可以现场排队。入选2025年 Tabelog 洋食百名店的手作汉堡排 Tokura。Tokura 的菜单品项很丰富，据说光特制酱汁就有12种之多。先来喝看看他们的玉米浓汤，玉米浓汤喝起来有一股奶香，感觉像是用法式的做法，将玉米跟奶油打得非常细碎再过筛，喝进嘴里完全没有渣渣，口感很滑顺，非常好喝。再来是今天的重头戏，特制原味酱汁汉堡排。这个筷子一划下去，里面的肉汁马上跟瀑布一样流出来，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流，真的是很夸张。我们夹个1块，直接送进嘴里，可以感觉到这个汉堡肉口感相当紧实，而且充满肉汁。红酒酱汁带点酸甜的味道，刚好可以中和掉油腻感，让人一口接一口，根本是白饭杀手。附带一提，白米是选用京都老字号米铺8代目宜宾味的严选米，非常好吃。总之，这家手做汉堡排 Tokura 真的是非常推。第二家店来到非常漂亮的2条城附近，从地铁站出来要走个15到20分钟，有点小远。这是藏身在巷子里的低温烹调熟成炸猪排店空禅亭，基本上一定要预约。店里有主打健康纯净肉质的千叶县0 SPF 猪肉，以及被称为梦幻猪汁、肉质极度细致的金华猪。不管你选哪一种，空禅亭定番的第一道菜一定是这个 Banya Gouda。Banya Gouda 据说是热蘸酱的意思，这道料理就是要我们用新鲜野菜沾着温热的提与奶油酱汁来享用，味道非常棒。旁边的野菜都是用薄片的方式层层堆叠起来，吃起来很方便，大小也很好入口。享受完蔬菜之后，今晚的主角终于登场，金华猪里脊炸猪排以及追加的2块菲力炸猪排。金华猪的里脊肉旁边都带有这个超大块的油脂部位，吃起来跟我印象中的里脊肉差很多，超油超好吃。搭配旁边这个萝卜泥，一口下去，哎呀，简直不要太开心了这个东西。额外追加的猪菲力沾猪排蘸酱，一口咬下，可以看到因为它肉粉嫩的地方比较多，所以吃起来口感是比较细致的。除了炸猪排之外，他们的姜汁汽水据说也很值得点一下，可以中和熟成猪排那丰富的油脂，让我的口腔可以在最舒爽的状态下享用这最后一口的炸猪排。
家来到差家古力堂，午餐时段限定的10烧亲子冻。这碗冻饭的魅力从一上桌就开始了。在石锅还在滋滋作响时，打入2颗在地产的浓郁鸡蛋与米饭快速搅拌，最后在正中央放上第3颗生蛋黄，热气伴随着炭香与酱油香扑鼻而来，让人毫无抵抗能力。直接开吃，这鸡蛋半熟滑嫩的口感非常浓郁，搭配店家的七味粉或是山椒粉，可以做出各种味道的变化。旁边的海苔丝跟萝卜也增加了口感的丰富性。到了用餐中段，石锅边缘的锅巴逐渐成型，中间的蛋液也慢慢收干，吃起来会有锅巴的酥脆，而且富含香气。此时店家会在一旁准备好加热高汤，将这个鸡高汤加下去，原本的拌饭瞬间就变成日式汤泡饭，变成相当温润且清爽的味道，非常适合作为最后的收尾。以上就是这次2025年的京都出差 Vlog， 感谢看到这边的观众，方便的话可以帮我订阅一下哦。目前规划每周固定出一支美食记录的短影片，然后会尽快把剩下日本千叶跟旧金山出差的 Vlog 也剪出来。最后让我介绍一下这间有点个性的居酒屋 New Omo。这家店1周只营业1天，营业日会公布在 IG 上，一次只营业2个小时左右。要吃到得碰运气，进来就是拿个碟子筷子找地方待着，或是跟当地熟客一起站在铁板旁听他们聊天，可以跟老板点啤酒，后来直接学熟客自己去冰箱拿，瓶盖记得留着算钱就好。当天出什么餐是看老板心情，煮好你要的话就拿一份，有一点 omakase 的感觉。当地熟客很多，也有路过进来的观光客，气氛还不错。空间很小，所以我没拍什么画面，就当作是片尾小彩蛋介绍给大家喽。